今天我们画一个黄山云海的云海的一个构图。近景山石，看啊，我们还是那种束缚常见的构图，对吧？就是说，S 型构图，这样上去、下来、再过来这样的构图啊。然后我们近景的以松树和山石为主，远山以云海为主，这样的一个新的构图啊。我们以这个小稿，我们放上一个4尺整张的啊。今天我们画是个4尺整张的，它是常用的尖毫，我们常用的中号这个尖毫毛笔啊，这个可以勾树、山石，一支笔就可以啊。调墨，每次啊，我们画之前先强调调墨的这个重要性。你看，洗完笔以后，笔尖调墨，稍调点重墨。近景的山石，你看啊，我们画这个现代山水的时候，它山石的这个皴法和勾法，你看啊，也是先勾什么？我们先把山石的外轮廓勾出来。勾的时候，它的用笔和我们传统稍区别的地方，你看它线的变化相对来说比较大，就是说它线条粗细的变化，对不对？它的变化稍微来说比我们传统的线条变化要大一点，就是粗细，对吧？粗细。然后我们勾的时候，你看，勾完轮廓结构，顺势我们就去皴擦。顺势我们就去皴擦它的山石，它的明暗结构。顺势我们勾皴擦同时进行，对不对啊？同时进行。那我们要画传统的时候，先勾结构，先勾轮廓后结构，然后再皴擦。我们现在画现代山水的时候，可以同时进行，把勾皴擦，哎，一笔，对吧？一笔形成，然后以这个石头为中心，你看向后延伸，处理后面的山石结构。过来，勾完轮廓，皴擦，直接皴擦出来，让它的勾皴擦，形成一个整体，对不对？一体下来，哎，一体下来，你看，对吧？它这是对我们那个用笔用墨，对吧？对用笔用墨，它的这个熟练程度，哎，你看我们开始的时候画传统的时候也是勾皴擦，是一步子来，我们看画这个现代的时候，可以把它，哎一依次完成，依次完成。局部的时候可以用一些泼墨啊，
对吧？你局部可以用一些泼墨的那种技法。你看啊，你看啊，我们画的时候感觉着会这个难，其实啊，你看我给大家再画一个结构，其实你看用笔，对不对？用笔它的皴法和我们传统的是一样的，传统的是一样的，也是啊，整体上就是把山石的结构，对不对？山石的结构分出来，哪是亮的，哪是暗的，对不对？一样的啊，我们也是一样的分那种层次。你看，我画后面的结构过来，对不对？也是啊，先勾什么？哎，先勾它山石的外轮廓，勾出来，对不对？哎，山石的外轮廓勾出来，勾完轮廓以后，你看里边结构再出来，对不对？也是分出它的结构，块面结构。你看前面、左面、右面，是不是？也是分出它的三个面来。哎，分出三个面以后，你看也是啊，我们先把山石的它的明暗结构，我们来表现出来，是不是？也是啊，我们也是先表现出它山石的明暗结构。哎，你看对不对？它也是分出它的明暗结构，它的前后关系靠什么呀？靠我们的这个后面加的这种皴。你看这种皴是不是和我们传统的匹马皴是一样的，对不对？也是一样的。然后向下小结构，我们处理下面的结构过来，看小的山石啊，先轮廓后结构。哎，我们就按这个顺序来啊，先勾轮廓，后勾结构，后勾结构，你看，然后干笔去皴，对不对？你看，干笔去皴，也是分出明暗关系，对不对？哎，分出山石的整体的明暗关系。哎，下来，你看啊，我们到后面，就是说这是山石，对吧？哎，山石暗面，哎，我们可以用一些稍微大一点的墨块，你看，表现一下，表现一下，它的明暗对比相对来说啊，哎，明暗对比相对来说比较明显，对不对？哎，比较明显，和我们前几天画那种传统的那种山石结构，对吧？它的明暗哎分的比较细，对不对？一层一层的分的比较细。你看我们画这现代的来说啊，你看山石来说，哎，它要的是整体的大结构，对不对？你看灯是大结构，哎，左边就是山石的
暗面，对吧？右面就是山石的亮面，它要的是整体的这种结构，要那种大效果啊，对不对？要那种大效果。勾完以后啊，下面勾完山石以后啊，我们画这个黄山上面的常见的松树。你看啊，画松树的时候，还是我们画山石的这支笔。我们画松树，我们画那种稍微现代的啊，你看偏现代的那种这种松树过来，先画也是啊，先把松树的树头画出来。你看，树头画出来，用笔中锋，稍微干一点。我们画松树的时候啊，用笔稍微干一点。过来，看，哎，把树干画出来，树身、树头、树干，过来，这是一个主要的，对啊，一个主要的这个树枝出来，然后树身，你看松树的树身啊，散峰，散峰，存那种圆形，对吧？圆形的树这个鳞片，松树的那种鳞片，圆形，看过来，它的树干，你看啊，画的让它以干笔为主啊，画松树的时候以干笔为主，简单的勾出，对吧？树头、树身、枝干，画着松枝的时候啊，你看，画松枝，先把小枝出完以后啊，我们画松针，画松针也是啊，先由树头的地方开始出，看出的时候，它是一种半圆形，你看啊，半圆形，以中心，对吧？你看一笔中心，左右去出啊，去出枝，先把树头画出来，它也是啊，也是和我们点叶的这个组合一样，3与5成组啊，3、5成组，3个一组，5个一组，然后向中心重叠组合，你看对不对啊？3个一组，5个一组，然后重叠到一起。
这样去画。先画树头，由树头向下画啊，先画树头部分，完成以后啊，在左右两边。哎，注意它的组合。哎，它的组合。你看，画的时候，哎，画这个松枝的时候啊，中锋用笔。哎，中锋用笔。哎，然后3个一组，5个一组。哎，重叠到一起，再过来。哎，注意它的浓淡墨的变化，还有，对不对？哎，浓淡墨的变化。画松树的时候啊，你看画松树，它分的松树分的好多种。哎，我们常见的那黄山的松树，它也分的有一种，你像我们这种画的是一种常见的，它半圆形松针。半圆形有圆形的、半圆形、马尾形，分的好多种。哎，你看啊，哎，这是我们常见的啊，半圆形。哎，还有一种是圆形的，对吧？圆形的松针。哎，常见的啊，我们传统中常见的是圆形的比较多，还有马尾松、马尾形状的比较多。现代的来说啊，我们画现代的松树来说，这种半圆形的比较多。后来，后面你看啊，主要的松树，对吧？近景的主要松树画一棵以后，看后面呢，远处松树，我们画的小一点。画的小一点。先画也是先把树头画出来，对不对？先把树头画出来，然后左右，你看啊，左右长枝，对不对？你看啊，左右树头、树身，然后左右出树枝，过来。这就是后面的啊，后面的松树，你看啊，这个时候我们就不用勾啊，看我们怎么去画这样松树枝。勾完以后，你看啊，我们用这个把笔散开啊，把笔锋散开，用散锋，你看啊，看我们用散锋去画这种松树树枝啊，松枝，你看，把笔锋调好墨以后，调好墨以后，把笔锋前面啊散开，表现这种小的。后面啊，你看，我们画后面的松树啊，哎，看这就是我们现代的啊，现代画这个松树的，这种方法，就是写意的一种松树的画法。散锋，对不对？散开它以后，
那我们去画。哎，前后的关系，你看，要注意啊。你看，我们勾的小树枝的地方，对不对？哎，我们在上面，你去点这个松树枝啊，松针，哎，去点松针。哎，过来，你看，我们可以下边啊，哎，用几个散锋，你看啊，画配景的这种小松树，对不对？你看啊，我们协议的配景的小松树，哎，用散锋，你看，哎，它这种表现手法，你看和我们勾的这种近景的主要表现呢，我们可以用这个勾的线勾的这个松枝那个松针，你看到后面，哎，写意的地方，或者说我想补充这个小的这种松树，对不对？哎，就用这种写意的闪锋破笔去点，哎，也很形象，对不对？你看是不是也很形象？对不对？它也很形象的表现这种松树。哎，下面啊，近景的山石完成以后啊，我们后面画这个主山啊，主山我们常讲先定中心，对不对？哎，先定个中心，这山峰的中心，先定好以后啊，定好这山峰的中心以后，向后延伸，你看对不对？哎，向后延伸它的山脉、山峰走向，对不对？以这个为中心啊，这个以这个前面这个山石为中心，我们向后延伸它的山峰走向过来。哎，你看啊，对不对？以这个为中心以后啊，左右向后延伸它的山峰过来。分完结构，分轮廓啊，分完轮廓以后，把整体轮廓外形勾出来以后，我把里边结构分出来，就山峰的前后，对不对？你看是不是？哎，我们山峰的前后关系结构分出来以后，在结构线的后面，我去皴擦，哎，我去皴擦，表现它的山石明暗，对不对？山石的明暗前后关系，山石的明暗关系。哎，山峰过来，你看我们画这种泼墨的时候，代表什么呀？哎，代表我们山峰上的植被，对不对？你看，哎，代表我们山峰的植被，我去用这个，哎，墨块去表现，哎，用墨块去表现，你看，对不对？哎，这就是我们现在的表现手法。你看啊，它的生宣，对不对？生宣能把这墨的这种韵味儿，哎，能体现出来。
哎，过来，哎，这是一个山峰啊，前面个山峰，哎，以这个山峰，哎，再向后啊，哎，再向后延伸，哎，后面你看啊，哎，淡漠，哎，处理我们后面的云海，看啊，哎，我们淡漠续下来，哎，一定要把山的这山峰这个云海的地方，嗯，续出来，对吧？先把这个近景前面的云的地方，哎，我留出来啊，先留出来，过来，你看下边续下来，哎，再向后，你看向后延伸，山峰过来，哎，一定要交代啊！你看，一定要把我们山脉的走向，对不对？它的山脉走向、山峰连接前后关系，对吧？一定要我们要交代清楚啊！一定要交代清楚，对不对？你看，它山峰的走向，哎，向上延伸，再过来，嗯，向上，哎，对吧？这就是一个整体啊！你看，山峰，哎，以前面这一块山石为中心，对不对？以前面山峰以中心向后延伸，左右。哎，画的时候，我们把这个结构啊，对不对？哎，把结构一定要，先分清前后的关系，前后的结构，哎，先要分清轮廓，对不对？勾完以后啊，再详细的分里边的结构。你看，哎，整体的轮廓勾出来，然后再细分里边的结构啊，哎，细分里边的结构，下来，你看，哎，再细分里边的结构，这个啊，你看，细分了里边结构以后，看轮廓勾出来，它里边小结构细分出来以后，哎，我们在刻画里边的细节部分，对不对？哎，我们在刻画里边的细节部分，轮廓分完，结构分完，哎，细分一下它的明暗关系，你看，哎，细分一下明暗关系，对吧？很清晰的啊，对不对？很清晰的。我们先把轮廓这个交代的，对吧？画出来，结构也分得很清晰，对不对？到后面你就很清晰，我们寸的地方、留白的地方，对不对？你就心里很清晰。
看，这是一个结构啊，整体上我们一个山3个大的结构，看，这是一个整体，对不对？这是个整体，然后这是个小结构向后延伸，对吧？有主峰上来以后延伸一个小结构，然后这又是一个大结构，是吧？3个整体的结构，过来，先分大，再分小，对吧？先把大的块面分出来，大结构我们分出来，我们再刻画里边小的关系，对不对？哎，在刻画里边小的关系，对不对？你看啊，分完以后，下边过来，先把它的这个大结构小分出来，然后刻画小局部结构，再刻画局部结构。向后，你看啊，对不对？这虽然是相对来说，比较高的一个山峰，它是个比较高的山峰。山峰是后面，对不对？向远处还有山峰的话，你看我们就向后啊，大漠，向后延伸，你看，你可以向后延伸，还有山峰，还有山峰，再就是啊，云海中的上来，云海中的山峰，淡漠，我们可以用淡漠画这个云海中的山峰。看，主山画完以后，我们安排啊，安排云海中的小山峰，你看，淡漠勾出来，小的山峰，小的山峰，先把云的靠近山的地方啊，看云海靠近山的地方，这种云的外形，我们用淡墨啊，用淡墨，先画出来，先简单的啊，简单的勾出云的形状，先勾出云的形状，这就是运用的啊，我们画云运用什么？常用的，干染、湿染相结合的啊，干染云和湿染云相结合的方法啊。远山，我们就用淡墨啊，看，用淡墨画出来。上面啊，你看，我们上面这一部分，就是留的那种长的那种云，长的那种云啊，
到中间，你看啊，右边这一部分，啊，我们留的是那种流动的那种云下来。先用淡墨啊，我们先用淡墨，画出大致云的形状位置。过来，先染出来啊，先把云的大致位置我们先染出来。吸下来，你看啊，吸下来以后，大致的位置放一下。你看啊，我们先把大致位置放出来。近景的地方，你看啊，我们近景的地方，右下角，这一部分啊，我们安排一个小的平台，小的平台，画个点景的啊，我们画个近景的右下角，我们画个点景的。来点墨。我们是画我们这山水直播间，会不会画龙？在山水画里边画一个龙，我们这个山水画里面，它的寓意就是这个，后边就是一条盘龙嘛，是不是？对。我老讲长城，它也是一条巨龙，不用画的非那么具象的东西啊，你可以稍微的这个隐喻一点，这样的话不像那么直白，是不是？你看老师后面画的这个弯弯延延的这个山脉，它是不是就像一条巨龙？咱不一定非得把龙画出来啊。画个龙。你画个龙，那龙搁在家里边看着有点可怕，是不是？你画个山水画的话，我觉得还更好一些。我们下边啊，稍加个平台，你看啊，稍加个平台，这就是我们云海，对不对？我们画一个平台，观海，对吧？观云海，过来，先画两个栏杆，对吧？先画两个小栏杆，然后点景的人物，你看，点景的人物勾一下。点景人物，过来，对不对？画俩点景人物，一个平台，你看，对不对？我们画一个点景人物，画个小平台，然后它这个画面，你看就很生动。然后我们再画云海，平台，然后下面啊还是山石，对不对？
还是以山石为结构的啊。哎，过来，你看画这平台的时候，侧锋，对不对？你看啊，侧锋过来，嗯，哎，画一个平台。哎，是不是？你看我们画现代是不是比我们画传统？哎，随意啊，对吧？用笔随意。哎，它这个皴法，你看画现代的时候，你看皴法多变，哎，随意啊。我适合什么皴，哎，我就用什么皴。你看这个块用的就是哎折带过来台阶儿，你看过来，对不对？你看这一块用的，哎是侧面结构，哎就用的那种披麻的，好多皴法我们结合在一起，你可以喜欢，哎用你喜欢的皴法，你去表现这种山石。这老师这用的是披麻吧？你喜欢的，我可以用斧劈，对不对？我折带，哎，你可以喜欢用什么皴法表现，哎，你就去用什么皴法表现啊。你看，哎，这种松树，看啊，这种小松树画的时候，散锋，你看啊，把笔散开以后，把笔锋散开以后，你看啊，哎，这样去点，你看画这种小树丛，啊，松树的这种树丛，哎，散锋特别适合，哎，特别适合画这种松树啊。哎，你看，同学们这个，你觉得老师画的几笔就可以了？你看，但是都教给的都是方法，你也可以啊，同学们也可以。你看老师讲的，哎，你就按老师讲的这样去画，用笔呀，用墨呀，对不对？一样也能画出老师这种那个非常形象的这种构图，哎，也能画啊。我就是把这个我画画的这种经验方法，给简单的，对吧？变成简单的这种一二三的这个，哎，这种规律，这种技法，对不对？哎，你就按老师讲的，你去画就可以。你看，对不对？你就用散锋，你看，亚老师不是说啊，这种松树用什么点出来的？老师说，你看用散锋，对不对？你画的时候，你也知道啊，对我就用散锋去画。老师要不讲，你也不知道。哎，就看这种小松枝怎么点成的，对不对？你都要奇怪。老师教给你了以后，你就不奇怪了，看，对不对？哎，这样去点，看，这就是树丛，松树的这个树丛，后面也是啊，散锋，你看去点，对不对？你看是不是点出来了？凭你们勾出来的，哎，凭我们勾出来的这个松树，
还形象。哎，你看，这就是讲的方法，对不对？所以说，我画画的时候一定要，哎，有方法可循。哎，散锋、破笔散锋，这样去画。哎，过来，点出来，看，对不对？看啊，我们这一片松树，对不对？很快就能点出来。你要用勾的方法，你是不是？哎，你要勾好长时间才能勾出一片这个，哎，这么一大片这个松树。哎，我们用散锋，很快，对吧？很快就能把这一片松树，哎，就能画出来。哎，我们讲究啊，又快又好的，哎，去表现这种方法，对不对？哎，前面啊，前面画一些浓的啊，浓的松树，你看后边我们可以穿插哎一些淡墨画的松树，你看到时候也用淡墨散锋，你看啊，淡墨散锋，哎，点一些远处的松树，你看。看，对不对？掌握了方法，哎，掌握了方法。你看画这个松树，这一片松树是不是很快？哎，然后局部加一点淡墨，哎，局部加一点淡墨下来。我们下边啊，染完以后，墨色完成以后啊，我们讲着色的部分，云海着色的部分。稍擦一下。过来，哎，这是我们啊，看，这是我们要留云海的地方，用淡墨稍微渲染一下。哎，过来，哎，山谷的地方啊，看，对不对？你看，这是我们山谷的地方，这个地方让它哎稍微暗一点，稍微暗一点，就是我们用淡墨，哎，把这一块啊稍染一点，稍染一点。哎，这就是山峰，就是山谷的地方，对吧？你看光线从右边照过来，哎，我们左边，哎，就是光线照不到地方，可以用淡墨，哎，稍染一点，就让它这一块哎暗下来，
让它按下来。右边你看啊，整体上这个山石，让它右边亮，左边让它暗一点。哎，左边让它暗一点。哎，过来。哎，整体的啊，你看，整体的让它左边的墨，就是说我们整体的啊，左边的墨让它多一点，右边的让它勾皴染少一点。让它少一点啊。哎，先画出云的大致形状。哎，大致形状勾出来。截好图说一声啊，我们同学们截好图以后说一声，我们就开始上色啊。那我们就开始了啊。开始上色了啊。我们上云的染云的时候啊，染云之前，哎，我们这个云海的处理方法，你看啊，云海的处理方法，我们用什么？用这种湿染云的方法去处理，它很方便啊。你看，先把染云的地方，我们用清水先打湿啊。哎，看需要染云的地方，清水打湿。对不对？你看，这是我们染云的地方，要湿一下。我们可以用小喷壶，也可以用这个清水湿笔啊，染一下也可以啊，都可以。你看，需要染云的地方，我打湿一下。打湿以后，哎，先不要啊，现在特别湿的时候，哎，画面比较湿的时候，哎，我们先不要染，稍晾一下，把多余的水分我吸出来。看啊，吸出来以后，我们先染什么？哎，先染山的地方，先染山的地方，先染赭石啊，赭石，你看，赭石，然后藤黄，看啊，赭石藤黄，然后一点淡墨，稍加一点淡墨，赭石藤黄加淡墨。看我们上赭石上的什么地方啊？来，树干的地方，你看啊，先染树干。哎，先把松树的树干染出来。染出来以后，山石部分，台阶儿，赭石，染一下。你看啊，山石地方，你看我们把那个赭石上在什么地方啊？看，是不是？也是啊。我们皴的地方，看山石皴的地方，上在这个地方，你看，哎，上一下赭石，
这是远山。是不是？我上在山石的村的地方啊，山石的暗部，山石的暗部，来一点。我们上色的时候还要注意什么？注意它颜色整体效果。大家记住啊，山染色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它的整体效果，不要太花，对不对？不要太花。过来，你看，看，上完赭石以后，哎，上完赭石以后，剩下的部分啊，留白的地方，我上一个颜色。它三绿，你看啊，我们上一个三绿，哎，三绿，看三绿，然后加一点花青，三绿花青，现在是亮部的啊。现在是我们上亮部的颜色，你看我们暗部上的是赭石，对不对？然后亮部啊，我们上留白的地方，三绿、花青、藤黄，藤黄不要加的太多啊，稍加一点。看，哎，上在我们刚才留白的地方啊，刚才留白的地方。上一点，看啊，上来一点，哎，暗部我们上了赭石，对不对？留白的地方啊，上这个颜色，三绿，三绿里边我稍加了一点啊，稍加了点什么？稍加了点花青，稍加了点花青，然后略微有加了点藤黄，它这个三个颜色组合在一起的啊。哎，来一点，过来，哎，注意它什么？哎，注意它和藤黄不是和我们的这个赭石的过渡啊，过渡颜色，稍来一点过渡颜色，对不对？稍来一点过渡颜色，上完以后，花青、大墨，看，哎，花青大墨来一点，调成那个墨青色，对不对？你看啊，我们调个墨青色，哎，染在山石的，你看啊，山石的暗部来一点，山石的暗部来一点，你看墨青色，这个用的比较多啊，你看啊，这个颜色我们用的比较多，你看我们泼墨的地方。哎，泼墨的地方，花青，还得来点花青。这个颜色啊，你看我们这个墨青色用的
比较多，一个是我们染山石的时候用的多，然后我们要染云的时候啊，也要需要一个颜色。再来一点。哎，延伸，过来。上完颜色以后啊，染云的地方，现在开始染云的地方，花青淡墨。哎，先调一个墨青色，由近，哎，先染近处的啊。哎，我们先染近景的云，过来。哎，墨青色啊，我们调的墨青色。哎，先染山的地方，对不对？先染云靠近山峰的地方，这个地方开始染。哎，下来，你看，注意什么？哎，注意它云的这种形状。哎，云的形状。它这个啊，你看云要注意它什么？你看它这个，哎，有凹进去的地方，有凸出来的地方，这个变化要注意这个啊。你看，先染近景的啊，先把近景的我们云先处理出来。你看，对不对？它的云的这种，哎，翻滚、流动，哎，这种形态、动态，对吧？我们要处理出来。哎，过来。哎，我们用颜色，对不对？有的同学说啊，我这个云用不用白色？上次就有同学就问用不用白，哎，我们不用白色啊，我们用这个墨青色把我们的云来拖出来啊。你看，拖出来，过来，你看，注意它颜色深浅变化。哎，颜色的深浅变化。中间这个是不是？哎，中间是我们云层相对来说比较薄的地方，我们颜色呢，对不对？颜色让它哎就浅一点，哎稍微浅一点，你看，哎稍微浅一点，靠近山体的地方，它的云层是相对来说比较厚一点，颜色就让它哎稍微重一点就可以。哎，完成以后向后一层一层的我们去处理啊。后面的云海，先画山的地方，哎，先把山的地方画出来，你看，对不对？哎，哎，先把靠近山的这个
云层出来，过来，嗯，靠近这个是，对吧？这云中间云层比较薄的地方，淡颜色去处理。哎，淡颜色去处理，靠近山的地方，对吧？颜色让它稍重一点。用完一点啊，用完一点，我们再去调颜色啊。哎，用完一部分，调一点，发青，你看，调淡墨，来一点。那这就是我们用的啊，我们用的就是我们这个小黄车里边那种生宣，就是比较厚的啊，相对来说比较厚的。尤其我们看画云的时候，哎，画云的时候，画云的时候一定要用稍微厚一点的纸。它打湿了以后，你这个薄纸它拉力小，对不对？我们厚的那种这个加宣加厚的宣纸，它拉力来说相对来说比较大，不容易扯坏。你看，你反复的去渲染，对不对？你看，你反复的去渲染，对，它不会出问题。加水，你看啊，我们边用也是啊，边用我边加清水，哎，向后，让后面的云过来。对，现在是湿染云，我们现在是湿染云啊。这个染云的时候啊，你看我们主要是画的是这种云海，哎，不是说画那种旭日东升啊那一类的啊。你要是画旭日东升，我们可以再加别的颜色。你看我们今天是主要是画的云海的部分，你比如说画旭日东升，要加什么呀？可以稍微加一点紫色，这个云海那边，或者加一点朱标，让它发一点红色。我们今天画的是云海，就用一个墨青色，深浅不同的墨青色，我去表现云的这个薄、厚、深浅。远处，对不对？远处的云，到后边，你看啊，我们画后边这个云的时候，上来一点。注意它后面的云和前面云不同，你看啊，哎，它是那种哎条状的云层，对吧？这是表现啊，表现远处这个云海，远处的云海，你看它的形状过来，嗯，
哎，它是这种，看，会就是说我们一种长条的这种云，哎，就是我们远处的云层，嗯，对不对？哎，这是一种云层啊，这是一种云层。哎，过来，远处越来越让它越虚，颜色越来越浅啊，越来越浅。远处的云以这种条状的云层为主，是不是？哎，条状的云层为主。到前面，你看到前面，我们就是这种云层，就是让它有变化，可以加一点颜色，靠近山的地方加深，对不对？哎，山的地方加深颜色，来一点，嗯，靠近山的地方，对吧？让它颜色重一点，就是云层稍微让它厚一点。中间的地方，它是云层薄的地方，哎，颜色让它浅一点。哎，一定要注意它深浅颜色的变化。哎，这就是表现云层，对吧？表现云层的薄厚，对不对？哎，表现它的深浅不同，云层的薄厚不同。哎，一定要让它，你看啊，它这种参差不齐的，对吧？云的这种变化，哎，一定要有这种变化，不要说一看是一个长条，或者是你看有的同学画的那种云就是直直的过来以后，对不对？特别呆板那种云，一定要让它云的这种翻滚流动，对吧？这个云的这种动态，哎，一定要体现出来，这样看着云比较活，对不对？它不呆板，一定要把云的那种灵动画出来，对不对？一定要把它云的这种灵动画出来。哎，来一点，嗯，对不对？你看啊，我们画的云是不是？哎，它不是个单一的，就是一种长条过来。你看远处的啊，虽然我们远处的是那种长条的那种形状，但是它也有变化，就会波浪似的啊，一层层的这个变化。你看我们近景的这种云海，对吧？上下翻滚流动，哎，一定要把这种状态表现出来，哎，把它表现出来。哎，近景的云稍加一点，稍加一点。
过来。看云海的地方，对不对？哎，它的变化，靠近山的地方颜色稍微重一点，它是云层相对来说比较厚的地方，对不对？这是中间稍微云薄的地方，浅的地方颜色哎稍微让它淡一点。哎，一定要把云的这种变化给表现出来，你看，对不对？一定把这个变化表现出来。刚刚有个同学说没打湿的地方怎么处理？没打湿的地方，看我们染云的地方啊，染云的地方都需要打湿。你看啊，我们看云的地方，我所有染云的地方都是打湿了以后染云的啊。我们讲的湿染云的方法，湿染云的方法。干染云是，你看我这一部分啊，我们画墨稿的时候，开始的时候是干染云的方法，先用干笔淡墨把这个云的位置先画出来以后，后边又加的湿染云的方法。这一部分啊，我们右边这一部分全部用的是湿染云的方法，打湿了以后染云。这也是啊，这也是我们课里边的一个内容，是以黄山云海为这个题材的啊，一个4尺整张的作品，也是我们当时画云海，我们画的云海都是湿染，对吧？湿画法，湿画的时候，我们把这个画面喷湿了以后，你看到我们松树的部分，还有点影的部分，对不对？哎，都要等它干了以后，我们才去着色。哎，看松树的地方。哎，松树地方，我们上一点花青调的淡墨，对不对？哎，就我们常说的啊，墨青色，哎，去渲染一下我们松针的地方。你看，哎，松针的地方，染的时候，哎，根据我们松针的面积，你看啊，哎，这样去染，可以，是吧？哎，可以稍微的印出点画面，也可以，对不对？哎，你勾的这个松针的结构，哎，稍微印出点，哎，也是可以的，哎，也是可以的。你看，这都需要我们干了以后，对吧？后期的调整，因为当时我们染云的地方，对吧？都是打湿了以后啊，用清水打湿了以后，你染云的话，染这个松树的话，它这个颜色，对不对？你控制不住，它就会阴的一大片，哎，阴出它这一大片来，它就看不清这个松树的结构在哪儿。你所以说等它干了以后，我们再去加颜色，对不对？再去补充颜色。哎，加一点，你看，加一点。前面的松树，对不对？后面小的松树，哎，渲染一下，哎，渲染一下。近景的，你看啊，我们近景的观景台，对不对？哎，观景台的下边也有松树，是不是？当时我们也没有上颜色，因为是这地方都是染了云的地方，你上颜色以后，对不对？它的颜色就会印出它这个松树的结构。哎，我们到后面干了以后，我再加颜色，你看，哎，我就加颜色，这样它的颜色，你看就在我们的松树这个结构里边，它不会印出画面，对不对？哎，它不会印出画面，稍加一点，哎，稍加一点。
来一点，你看，这是我们第一遍上色的时候，这个松树这地方没有上颜色，我们在后边干了以后做后面调整，说要加这个颜色，要做这个调颜色，加一下颜色。观景台，你看啊，观景台赭石，对不对？用赭石去复勾啊。看我们勾的时候，先调一点赭石。对，你看啊，这个前面观景台的地方，是不是？稍加一点赭石，稍调点赭石。我调点赭石，去复勾一下它的栏杆，对吧？你看它有护栏的地方，稍加一点，少来一点赭石。看，少调一点赭石。按栏杆的这个结构，你看啊，复勾一下，对不对？复勾一下，复勾一下，不要平涂，我们不能平涂啊，稍复勾一下。它，你看斗笠的地方是不是？斗笠的地方染一点颜色，染一点颜色。还有我们台阶的地方，对不对？它的地方，看当时湿的时候，湿的时候，湿的时候它就是稍微颜色深一点，干了以后，看干了以后这个变浅。我们把台阶的地方稍加点颜色，稍加一点颜色。它的人物，你看啊，人物点色的时候要区分开，对不对？得区分开。看一个，比如说啊，一个我们点一个蓝色，啊，点个蓝色的人物。另一个不能点蓝色，对不对？我们就用赭石啊，用赭石调一下，不能上赭石。这个斗笠是吧？斗笠是这个赭石色的。我人物就不能是这个衣服就不上斗笠色了啊，上一个红色吧，用个珠标，调个珠标，你看啊，调个浅一点的珠标色。调一个浅一点的珠标色，其实，这点你的人物，对不对？树干的地方，干了以后，它树干的地方也就是你看，就不是很明显。我们可以再加一点赭石、藤黄，这是藤黄，在树干的地方，稍加一遍，提一下树干的颜色，你看，稍加一点，稍加一点，过来，加的时候，你看啊，也是淡淡的上一点，等它上一点，因为有了一遍颜色，对不对？要注意它的颜色，不能加的太深。有了一遍颜色以后，你再加的时候，它的颜色相对来说，就变得重，变得重一点。近景的山石，看台阶儿，对不对？干了以后它变浅，我们可以在后边的做调整的时候，稍微再加点颜色，稍微加点颜色。这也是啊，看完了以后，云海的地方，对不对？所以说云海的地方它是
这个颜色为主的，哎，不能再加颜色。你看山的地方，这个点景就是我们主要是什么树的地方，对吧？到后期树的地方，还有点景人物的地方，都是我们开始的时候，哎，不能着颜色，干了以后我们再做调颜色，来着颜色的地方啊。复勾一下，看树干的地方，对不对？哎，看了啊，我们树干的地方现在觉得这个颜色比较深，对不对？干了以后，它就会变浅啊，在这个基础上，对吧？它浅很多，因为画面湿的原因，感觉颜色比较深。你看，还有我们下边松树的地方，对不对？湿了以后感觉特别深，干了以后，那颜色相对来说啊，哎，就浅一些，哎，比现在要浅一些啊。看我们这个云海的部分，对不对？它占到画面的右边，哎，占到画面的右边。然后我们提款的时候啊，也是，你看我们左边有山峰，对不对？所以提款的时候不要压在山峰上面。所以我们提款的时候啊，都要在今天的提款，我们在右边，你看啊，这个位置就可以。哎，右上角由上向下去提款就可以。我们这个是黄山云海的啊，看我们提款的位置，告诉大家是位置啊，这个提款是不对的，可以提黄山云海都可以，或者观海听涛都可以，就是表现云海的这种题词都可以的啊。位置右上角的位置就可以。